美俄首次爆发直接冲突，美军无人机坠入黑海，或是拜登开始检验北约。近日，美俄两国似乎发生了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的首次直接军事冲突。对于这一事情，美俄双方各执一词。美国方面一口咬定，称就是发生了直接军事冲突，表明近日一架坠毁在黑海的美军死神无人机是遭到了俄军战斗机的拦截并撞击才被迫坠毁的。但俄罗斯方面则持相反的看法，认为美军无人机自身出了问题才发生了故障，俄战机全程没有和美军无人机进行接触。说到这里，大家要问，美国为什么要一口咬定美机坠毁是和俄罗斯战机进行拦截并撞击，最后导致其被迫坠入黑海中的呢？要知道，根据北约集体防御组织条例第5条，如果美军无人机坠入黑海，是因为俄军战机拦截并撞击所造成的，那么这将为北约亲自下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理由。不过在我看来，如果美国和北约要想亲自下场，是不需要找任何理由的，所以拜登完全没有必要给北约下场提供什么理由。美国一口咬定美军在黑海吃了亏，恐怕是别有用意。眼下俄乌冲突的持续，不光是对乌克兰和俄罗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而整个欧洲都在这场动荡中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欧洲各国接连出现的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经济危机等等，其实都是俄乌冲突开始涌现的不利影响。然而，在看到欧洲盟友正饱受这些不利影响所带来的种种困扰，美国非但没有想过要去帮忙，甚至还打算收割欧洲，也就是通过所谓通胀削减法案，这引起了欧盟的强烈不满。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还就此扬言要报复美国。总的来说，这场俄乌冲突虽然让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几乎彻底破裂，但也让一些国家逐渐看清了美国的丑恶嘴脸。由于北约集团成员国大都是欧洲国家，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影响了美国在北约集团中的领导地位。当然，我这么说大家可能不信，觉得美国是北约的老大，小弟怎么会不听大哥的使唤呢？但大家试想一下，倘若你有一个大哥掏心掏肺的对你，哪怕是损失自身利益也要帮他达到目的，但是他在你有难的时候不但不去帮你，还想继续的压榨你，要让你继续为他付出更多，那么你会乐意吗？其实国与国之间的相处方式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并没有很大的区别，都是真心换真心。简单来说，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如此对待欧洲，确实会影响其在北约集团中的领导地位。以我所见，当美国在北约中的领导地位受到影响，美国想使唤北约亲自下场参与到俄乌冲突中来，就有一定的难度了。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北约要是真的想下场，是不需要找任何借口和理由的。关键是北约现在不愿意为了美国把自己彻底卷入这场战争。在我看来，美国一口咬定自己的无人机被俄战机拦截并撞击才坠海的，其实就是想要检验一下北约集体防御组织条例的第5条，想以此来看一看北约方面会有什么反应。可以说，美国检验北约的目的有2方面，一方面看看自己对北约的掌控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另一方面就是能不能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把北约给拉下场。这也就是为什么俄罗斯方面宣称战斗机没有与美军的无人机进行接触，但是美军却一口咬定把帽子扣给了俄罗斯。当然，美俄两国接下来会不会改口，我们不得而知。只是普京的新闻秘书在回应这件事的时候表明，美俄关系已经处于历史的最低点，却又同时强调俄罗斯从没有拒绝建设性对话，现在也不会拒绝。但眼下美军无人机坠入黑海一事，其实给普京提了个醒，
提醒俄罗斯应该放弃幻想，因为拜登检验北约的目的恐怕不是只想要看看美国对北约的掌控程度，而是要检验一下北约对美国的忠诚度。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